我脸还大，风大到我都站不住，但是我的空拍机还是能够稳稳的飞着，给大家看一下画面。这是世界上最不像地球的地方，冰川、熔岩、瀑布、温泉、峡湾，完美融合在这块土地上。2024年3月，冬末春初，我们一行12人飞行了20个小时，来到这里，进行一场从没想过的冒险。这是我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这是世界的尽头——冰岛。要去哪里啊？我们要去那个冰岛哦。要去哪里？要去哪里？冰岛。Bonnie， 这个是 Emily。我的蓝湖呢齐名16个小时，第一次坐这么久。对，这个是季宝玉。下次不来了。到了雷克雅维克机场，然后我预计在这要待13天。那下飞机第一件事情，听说就是要买酒，因为在这里冰岛的酒好像是管制用品，在其他地方买很贵。我们现在刚从机场要走出来，走出冰岛机场，气温没有预期中的冷，风也没网友说的这么大。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的我们还沉浸在刚到冰岛的新奇与雀跃中，根本没有预料到冰岛的天气会给这段旅程带来多深刻的印象。Emily， 我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冷。对啊，没有想到那么冷。然后这个很明显就是台湾来的，因为一直戴着口罩。哎呦，赞哦！很赞哦！我们终于弄到车了，准备开始我们的冰岛之旅了。哇，这个Defender Land Rover 好帅哦，蓝色哎，帅翻了。然后，我的是 Kia 小车，这边还有另外一台 Defender。我们住的是 Blue Car Rental。为什么要住这个呢？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保险涵盖率比较高，各种都有涵盖。然后，但是它就是需要坐接驳车来这里，但接驳车时间也很快，两站而已。好了吗？巧在冰岛了。再来一次。哦，出发了！好，我们拿完车了，我们要去开始我们冰岛之旅的第一站。冰岛之旅的第一站就是补充食物。Watch the rising of the sun, the shadows start to run. Standing at the start of something great. See the hope that 冰岛第二天来到这里，要吃世界上最好吃的热狗，到底有多好吃呢？看这个人群就知道啦。哦，从这边开始排到这边，都是人。没错，这世界上最好吃的热狗，居然只是个路边的小摊贩。现在飘着，我们到了没多久，天空就飘起小雪，一点点下雪。在雪中享受着世界上最好吃的美食。这一刻，我感觉到了幸福与满足。再分享一下我们这边昨天的住宿。那这个住宿是我在 Airbnb 上面找到的，靠近雷克雅维克的北方。然后这里离国家公园啊、间歇泉啊都蛮近的。然后附近也有一个世界上最好吃的热狗。旁边的风景非常的秀丽，很安静。
这边有个小公园，天气很好，地上有点雪。今天是来冰岛的第2天，然后今天的目标，等一下要去玩雪橇狗。哦，这个雪橇狗其实是蛮难定的，就是我基本上到前一天才跟那个雪橇狗的狗场敲定时间。那我们总共12个人，我们订一个私人团，然后根据他给我的定位位置呢，我们应该等一下会在一个湖边，那湖面上是结冰的，然后有雪橇狗拉着它。这个行程我们算是蛮期待的。对，毕竟没有这样的经验，那等一下就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这个雪橇狗的部分。This energy is a mystery made of wonder. You never know when it's gonna make your heart go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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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Oh, I feel it. It's a thrill that's buzzing in my fingertips. I feel it. I feel it. Chasing the unknown. Wherever it may take us. Wherever it may lead. Chasing the unknown. 蛮嗨的，可以，觉得蛮不错啊。Follow the horizon. Follow your heartbeat. Chasing the unknown. Full speed, we follow up. 我玩的雪橇狗超好玩的，狗狗很可爱，看到我们都超兴奋的，他们感觉就是很兴奋的，一直想要往前冲。啊嗨，好不好玩？从今天起，我爱大自然。非常推荐，非常推荐，虽然价格不菲，值得，值得。接下来，我们前往冰岛最经典的旅游景点——黄金圈。开着车，看着路旁枯黄的野草与前方白雪覆盖的山脉，壮阔与孤寂感油然而生。有人说，冰岛是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但或许这才是地球原本的模样。好，我们现在来到辛格韦德利国家公园。哇，走下来前面是一片雪山。辛格维利尔位于欧亚大陆板块与美洲大陆板块的交界处。美吗？公元930年，这里成立了第一个冰岛议会，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国会议会。当我走在这人类民主议会的发源地，一边是欧亚大陆，一边是美洲大陆，远方有平原，有湿地，很难不去想象数百年前的辛格维利尔当初是什么样子。转过来。游览黄金圈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古佛斯瀑布。这个瀑布又称之为黄金瀑布，形成于上个世纪的冰川时期。而我也是第一次在这里感受到何谓冰岛的狂风。即使我已经包得跟恐怖分子一样，零下5度C的冷风还是不停地从我的衣服里面灌进去。由于风实在太大太冷，所以接下来的斯多克间歇泉，我也没有等到它喷发最大的时候。
结束了今天的行程之后，已经晚上8点了。我依稀记得当下其实是蛮疲惫的，但是我开着车看到路旁的景色，忍不住还是停了下来。这就是冰岛第一天给我们的日落，分享给大家。